加里奥德曼1958年3月21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东南部新克罗斯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，父亲是酗酒的海军退伍军人，母亲是护士。7岁时父母离异，他由母亲和2个姐姐抚养长大，童年生活贫困，甚至曾因家庭经济拮据而不得不靠救济金度日。青少年时期的奥德曼性格内向且自卑，16岁辍学后从事过屠宰场工人、鞋店销售员等多种底层工作，并一度卷入轻微犯罪。机缘巧合之下，奥德曼在观看了马尔科姆·麦克道威尔主演的电影后，决定进入罗斯布鲁福学院，正式展开表演学习。1979年毕业后的奥德曼在约克皇家剧院表演了个人第1出舞台剧《迪克·惠廷顿和他的猫》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担任了格拉斯哥公民剧院的演员。1982年，24岁的奥德曼参演了个人首部电影《怀念》，尽管戏份有限，但他在片中展现了早期对表演的敏锐感知力，为后续突破性角色奠定了基础。1983年，他主演了由麦克里执导的喜剧电视电影，与此同时饰演一个醉醺醺的伦敦小混混。1986年，他先是客串喜剧电影《诚实、正派与忠诚》，随后在音乐传记电影《席德与南希》中完美诠释乐队贝斯手席德维瑟斯这个角色。为塑造角色，他减重14公斤，并模仿席德的毒瘾状态，甚至因过度投入导致精神濒临崩溃。该片是当年英国最卖座的电影之一，加里奥德曼也因此被观众所熟知。1987年，29岁的奥德曼主演喜剧传记片《竖起你的耳朵》，饰演傲慢古怪的英国剧作家乔·奥顿。加里奥德曼凭借该片入围第41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主角奖。1991年，他在电影《刺杀肯尼迪》中饰演官方认定的刺杀肯尼迪枪手里哈维·奥斯瓦尔德。尽管戏份有限，但奥德曼还是通过还原奥斯瓦尔德的德州口音、神经质的肢体语言和音域气质，将这一神秘角色塑造得极具说服力。1992年，他主演了由弗朗西斯·福特科波拉执导的恐怖片《惊情400年》，饰演令人毛骨悚然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。他通过低沉的嗓音和神经质的肢体语言，诠释了角色跨越世纪的孤独与执念。这部电影也帮他获得了第19届土星奖最佳男演员奖。1994年，在现象级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中，奥德曼饰演反派斯坦菲尔德，一名癫狂、病态的腐败缉毒警察。他的表演极具戏剧张力，将角色的优雅与残暴完美结合。嗑药、听贝多芬交响乐行凶、神经质的肢体语言等，塑造了影史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反派之一。1997年，39岁的奥德曼首次执导电影《切勿吞食》，取材于自己的童年创伤。该片以伦敦东南部为背景，影片以他在伦敦工薪阶层社区的成长经历为蓝本，通过暴力、毒品和家庭破碎的极端叙事，展现了底层生活的残酷与挣扎。该片获得了第51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英国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，并提名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。同年，他在科幻电影《第5元素》中饰演反派让·巴普蒂斯特·艾默生索克，一个冷酷贪婪的武器商人。奥德曼片中独特的秃头造型、怪异举止和歇斯底里的表演风格，与影片绚丽的未来美学形成强烈对比，成为全片最具记忆点的角色之一。2000年后，他迎来事业新阶段。2001年，43岁的奥德曼参演惊悚犯罪电影《汉尼拔》，饰演一位因汉尼拔莱克特毁容而心理扭曲的富豪，也是汉尼拔唯一存活的受害者。奥德曼全程依靠特效化妆掩盖真容，仅用眼神和沙哑嗓音演绎角色的癫狂与仇恨，被影评人称为连皮肤和眼神都无法辨认的极致表演。2004年，46岁的奥德曼加入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电影，饰演小天狼星布莱克，首次登场于阿兹卡班的囚徒。他完美诠释了这位饱受冤屈的复杂角色，从阿兹卡班逃犯的癫狂阴郁，到逐渐展现的父辈温情与叛逆不羁的掠夺者本色，成为系列中最受喜爱的角色之一。该角色不仅让他获得了许多全球年轻观众的喜爱，更在他离婚后独自抚养2个儿子的艰难时期提供了经济保障。他坦言，《哈利波特》和蝙蝠侠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。2005年，他开始在诺兰的蝙蝠侠3部曲中饰演哥谭市警察局长詹姆斯·戈登，一个坚守正义的警界砥柱。在整个3部曲系列中，奥德曼通过内敛的演技传递戈登的隐忍与责任感，尤其在2008年的《黑暗骑士》中，面对小丑制造混乱时，其冷静与悲悯交织的表演成为系列情感支点。
为了兼顾拍摄与育儿，他在伦敦与洛杉矶之间往返飞行高达27次。2011年，他在电影《郭将、裁缝、士兵、间谍》中饰演退休情报官乔治·史麦利，一位内敛深沉、心思缜密的冷战间谍。他通过极简的肢体语言和细微表情，展现角色的隐忍与智慧，完美诠释了勒卡雷笔下反英雄式间谍的复杂人性。2014年，奥德曼在《星球崛起2：黎明之战》中饰演人类抵抗组织领袖德雷福斯，一个对猿族充满敌意的强硬派角色。2017年，59岁的奥德曼在电影《至暗时刻》中饰演前英国首相温斯顿·丘吉尔。在整个拍摄期间，他通过200小时特效化妆增重塑形，以标志性的雪茄、含混的发音和极具张力的表演，精准还原了丘吉尔的灵魂。而这部电影也为他横扫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、第75届金球奖剧情类最佳男主、第71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主等多项大奖。同年，他在电影《王牌保镖》中饰演东欧独裁者弗拉迪斯拉夫·杜霍维奇，一个冷酷无情、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反派。虽戏份有限，但奥德曼在法庭上歇斯底里的爆发戏成为了全片高光时刻。2023年，他继续出演诺兰电影《奥本海默》，饰演美国前总统哈里·杜鲁门。尽管戏份短暂，但他在白宫接见奥本海默的对手戏中，以标志性的冷峻神态和略带嘲讽的台词，精准展现了杜鲁门作为政治家的现实与冷酷。影片最终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等7项大奖。奥德曼的客串为全片政治线增添了关键层次。近年来，他主演的 Apple TV 加英剧留人系列大获成功。2024年，奥德曼宣布将时隔37年重返戏剧舞台，在约克皇家剧院出演贝克特名剧《克拉普》的最后一盘磁带。个人生活方面，他历经5次婚姻。2017年与第5任妻子吉塞尔·施密特组建了稳定至今的家庭。加里·奥德曼的人生是从伦敦贫民窟的酗酒阴影中挣脱出的逆袭传奇，用变色龙般的演技将癫狂反派与历史伟人刻入影史。他让每个角色都成为人性的棱镜，无论是至暗时刻的丘吉尔，还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变态警探，他最终以奥斯卡小金人证明，破碎的童年与自我救赎皆可淬炼成艺术的金色。